骇客任务的电影中，地球上大部分的人类都已经被终极的通用人工智能所奴役。从一出生就处于睡眠状态的人类肉体，被放在一个盛满液体的培养舱中，他们身上插满了管线，被母体当作发电厂来使用。但其实骇客任务系列的电影真正贯穿的主轴线，并不是人类被拿来发电，而是人类从一出生就被接上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被称为母体。母体是一套虚拟世界的模拟器，人类能透过脑机界面将意识连接上这个虚拟世界，以便让他们终其一生都维持在一种能够呼吸、睡觉跟活着的状态里。母体这个虚拟世界的存在，让整个系统可以继续跑下去。然而，一个系统真正害怕的是不稳定。在电影里，那个不稳定的关键就是 Neo。对母体来说 ，Neo 不是救世主，而是造成系统不稳定的变数。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你的身体里其实也有一个很像骇客任务的场景，只是电影中一个个的培养舱换成了一个个叫做粒线体的细胞发电厂。故事要从20亿年前说起，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一颗原始的细胞吞下了一颗细菌。这颗细菌本来应该被消化，但不知道为何阴错阳差留了下来，成了宿主体内的微型发电厂。英国生物学家 Nick Lane 在他的著作《Power, Sex, Suicide》里面写过一句话：粒线体是让复杂生命体出现的革命。粒线体有自己的 DNA， 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并不是你，而是外星生物。它们是被你这个智能体留下来，专门为你产生电力用的。人体最耗电的系统其实是你的神经网络，光是你的大脑就用掉了全身大约20%的电力。你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数百颗粒线体，24小时不停地在运作，供应整个系统所需要的能量。这种能量是一种生物电能，叫做 ATP。ATP 就像是你的细胞里的钱，你的细胞要做什么事情都要花钱。但为什么有些人的细胞似乎有着超能力，能够活到很长寿，依然健步如飞；有些人却穷得响叮当，各种病痛不断。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从能量的角度来看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情。Nick Lane 说，能量的浪潮决定了资讯的节奏，而能量、资讯、个体是你之所以变成一个人的底层逻辑。人体很像是一个复杂的现代化都市，而维持现代化城市运作的基础是电力。有足够的能量，细胞和器官才有本钱维持城市系统的运作。这些复杂的运作包括了基因的开关、讯号的传递等。也就是说，细胞间需要维持协调与沟通，才能够运转复杂的大脑或者是内分泌系统。当细胞的电场出问题的时候，它不只是能量不足，还会错误地发出危险讯号，启动老化、细胞自杀与发炎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慢性病，从不孕、心脏病、癌症到失智，背后都有一个能量出问题的共同点，也就是粒线体失能。系统最怕不稳定。如果说粒线体是生命的发电厂，那么你在睡觉的时候发生的间歇性缺氧，就是每晚在测试你的发电厂极限的断电实验。粒线体发电的时候需要用到氧气，没有氧气，发电厂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发电。而问题来了，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呼吸道一阻塞，氧气进不来，发电厂就被迫要降速，甚至停工。而呼吸道一通了之后，氧气突然又大量的灌进来，系统立刻被逼着重新全速启动，一下子说要停工，一下子又要全力运作，这样搞法真的很伤设备。粒线体发电的位置在内层的细胞膜上，细胞膜上有很多的电子，发电的过程就像是电子被一条输送带平稳的输送，这称为电子传递链。结果现在输送带被迫一下停，一下又全速的输送，这样子的结果就造成了输送带上的电子开始冒火花。这些火花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自由基。你想想看，如果一整晚每隔几分钟就发生一次，久了发电厂设备不坏才怪。当主要的供电系统开始不稳定，城市还不会立刻全面停摆，它会先启动备用发电系统。你感觉城市的灯还是亮着的，系统还在跑，你看起来也还撑得住，只是有一点点累。但问题是，备用发电是拿来应急用的，
主要的发电系统，粒线体采用的是有氧呼吸，效率很高，一点点燃料就可以产生很多的 ATP。而备用发电用的是无氧呼吸，忙了半天只能换到一点点的 ATP， 不仅发电效率差，还要付出很多污染的代价。基本上，你就是在用透支来换撑住。在骇客任务里，当母体侦测到系统出现异常状态，例如有人开始不照规则行动，或更严重的系统稳定性受到威胁，而可能动摇母体存在时，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出动一群超级强大、专门负责抓出程式运作异常，来让系统维持稳定的部门，就是所谓的系统守卫 （agents）。我们的身体也有很类似的机制。首先，我们有一套专门应付缺氧这种系统异常状态的紧急 SOS 警报，医学上把它叫做缺氧诱导因子 HIF。HIF 就像是蝙蝠侠遇到危机时，把蝙蝠标志投射到天空求援一样，马上引来各方的注意。HIF 讯号本来是在你受重伤、失血、快要出事的时候才会发出，目的是为了求救，以帮助细胞撑过短暂的低氧环境。但如果你常常一整晚都处于反复缺氧的情况下，这套警报系统就一直被误触，长期警报乱响的结果就是引来了满坑满谷的系统守卫，他们都想要 fix 你的氧气异常问题，于是他们开始让血管紧绷，你的血压开始升高，交感神经亢奋，你开始自律神经失调，接着你的血糖与代谢也开始乱掉，于是你开始有内脏脂肪跟胰岛素阻抗。以上这些动作都是身体误以为自己要全面备战，所以进入长期压力模式来准备长期抗战，但这也是系统崩溃的开始。粒线体有自己用的系统守卫，德国生理学家把它们称作粒线体品管部门。在正常状况下，发电设备老旧的时候，粒线体品管部门会淘汰老旧的设备并更新设备，就像电影里 Agents 剔除出错的程式一样。但问题是，当每天晚上整座城市的发电厂到处都在反复断电重启，火花四溅时，这会让维修的工作大增，系统守卫完全来不及应付大量的自由基对电厂和电网的轰炸，于是最后整座细胞城市的发电厂变成了一堆又小又碎、快要坏掉的废墟。当发电效率一路下降，你就会开始慢慢的从每天睡不饱、充满疲累感中，进入到了慢性病的回圈当中。回到生物学的角度，粒线体的修复并不是随机发生的。美国生物学家 Lino 博士在他的研究中提出过，影响粒线体功能与修复的3个核心因素是睡眠、运动还有饮食。睡眠、运动和饮食的重要性，许多人都已经有提过。因此，在节目最后的时间里，想要跟大家特别谈一下许多人都误解的自由基。你还记得 Neo 走进那个发光的房间去见建筑师的场景吗？建筑师替母体创造了一个模拟人类文明高峰期的虚拟世界，是一个没有痛苦和压力的完美世界。结果，这个过于完美的世界导致大量的人类精神崩溃与肉体死亡，最后系统无法维持稳定，整个系统被迫关闭与重建。第一版 Matrix 的失败，正好说明了一个生命的铁律：没有压力的世界会让个体失去修复的能力，反而走向崩溃。很多人以为自由基不好，就等于越多抗氧化剂越好，于是就吞了很多保健食品来抗氧化。但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自由基也有2种，好的跟坏的。在你运动的时候，身体也会产生一点点自由基，这些一点点微量的氧化压力，也就是好的自由基，是让粒线体启动修复的讯号。这就是所谓的运动悖论。轻微的压力反而让粒线体越来越强大，但是如果你补充了太多的抗氧化剂，把这些修复讯号一次清光光，粒线体品管部门会以为没有压力，不用修，反而阻断了粒线体变强的机会。然而，如果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就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因为间歇性的缺氧与再氧合会让粒线体一次又一次的承受爆量的破坏性自由基。这一场持续一整晚每天发生的自由基风暴，会把细胞电网炸到东倒西歪。所以，对于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来说，重点是要让你在睡眠的时候呼吸道能够维持通畅，血氧才能够稳定，才能够减少这种断电重启的破坏式循环。在能量的视角下，
间歇性的缺氧就像复杂的高级生命体倒退回单细胞的个体户模式，而非现代化的细胞程式。这正是粒线体失能的核心。你早上起来那种睡再久都不够的疲倦感，就是你的细胞发电厂在求救。他们被迫用低效率的方式供应能量，结果当然是你白天的精神、代谢、专注力全部都下滑。所以你不只是打呼，而是一场每晚都在上演的缺电风暴。今天你有2个选择：吞下蓝药丸，你可以继续活在我只是打呼没什么的假象里继续过日子；吞下另外一颗红药丸，可以让你选择看清真相，缺氧是如何偷走你的细胞能量，让粒线体崩溃，并逐渐演变成全身性的慢性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